福祸相依。其实大家会觉得新法对我们的房东是不友好的，但是坦白来说，我作为5套房子的房东以及12年的伦敦地产人，我却看到了非常多对我们房东的好处。2026年的5月1号开始呢，新的租赁法案 The Renters' Rights Act 2025 正式实施了。那这支视频呢，我想和广大的英国房东朋友们一起来全面的梳理一下这个新法的主要内容，并且对房东们真正关心的内容做进一步的深挖和探讨。第一条，我们现在已经是5月上旬了，有一个截止日期已经非常的临近了，特别要提醒大家，在2026年的5月31号之前，房东要向自己的租客发送政府规定的 information sheet 信息说明文件，解释新制度的变化。如果错过了这个截止日期，房东将会面临7000英镑的罚款。那请所有的房东朋友们去和自己的管理中介进行确认。第二条，废止 Section 21无理由驱逐条例。在2026年5月1号新法实施之前呢，我们的房东是可以不需要解释任何理由请租客搬离的。那么从新法实施以后呢，房东必须要依据 Section 8给出合法的理由，比如说租客欠租，或者是有反社会行为，比如房东想要出售房产，或者是房东或其家属自住等等，这被认为是这次改革中最核心的内容。好，这里要特别注意了，如果房东是以出售房产或者是房子自用的这个理由拿回房子，那必须在未来的12个月之内呢，不可以开启新的租约或者是打广告招租，这是为了防止房东变相的驱逐当前的租客。3、取消固定租约。那在新法之前呢，我们往往会要有6个月、1年或者2年的固定租约。那新法开始之后呢，我们就会自动变成滚动租约，租客只需要提前2个月给到通知，就可以随时离开。这一条新的法案其实对于租客的灵活度来讲是一个好消息，但往往大家会忽视了，其实这个对于房东来讲也是有莫大的好处的。那我举一个在我工作当中的真实案例。去年呢，我们在金丝雀码头有一套房子，业主想把它出售，当时呢我们找到2个非常高品质的买家，出价也是不错的，但是呢卡在了租客不愿意搬离，因为确实离这个固定的租约到期时间还非常的长，房东给出了特别优惠的条件，比如说给他免2个月的租金，而且那套房子租金还挺高的，但是这个租客就是以此作为理由拒绝了。那其实如果我们在这个新法的框架之内，房东只需要给到4个月的这个 notice， 这个租客其实就可以搬走了。那我们这套房子在当下的这个法律框架之下，其实就是可以顺利出售的。那咱们这里要特别的要划重点了，我们这个新法实施以后呢，其实房东的很多通知的期限都发生了改变。那在原来的旧法案的框架之下呢，如果房东要出售房子或者是自住，一般是给到房客2个月的 notice 就可以把房子拿回来。那现在新法的话呢，是要给到4个月的 notice。那还有呢，如果是在租客欠租的情况下，原来的法案呢，只要欠租2个月，房东给到2个星期的 notice 就可以驱逐租客。但现在呢，必须要达到欠租3个月，房东给到4周的 notice 才可以驱逐租客。第4条呢，禁止竞价 bidding wars。以前在租赁旺季，好几个租客共同争抢一套房源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所以租客通过加价给自己争取机会，价高者得。那现在在新法的这个规定之下呢，房东是不可以以高于广告竞价的价格去完成租约的。举个例子，如果广告是2000镑每月的租金，那最终是不可以2200英镑的租金去出租的。而且同时呢，广告上不可以出现一些价格区间等等的模糊表达，比如月租金3000英镑起报价，这样的表达都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大概率下一个租赁高峰期，房东们都会在广告上挂更高的租金。第5条，新法规定1年只能涨租1次，并且要提前至少2个月通知租客，而且呢涨幅必须要符合市场的水平。租客呢是有权向 Tribunal 提出挑战的，这是为了防止房东大幅涨租，变相的驱逐租客。第6条，房东不可以要求租客提前支付超过1个月的租金。如果你的管理中介是 Property Mark ARA 的会员，那么一定会要求你的租客至少要有月租金的30倍作为年收入。举个例子，如果你的房子是2000镑的月租金，那你的租客至少要有6万英镑的年收入，这样才能够通过背景调查，房东才可以去购买租金保险。在这个新法的背景之下，我会提醒所有的英国房东都去购买这个租金保险。
在新法落地之前，我们国际留学生是怎么争抢房源的呢？我们已经知道了，上面说到的这些收入要求是肯定无法满足的，所以我们一般会提出提前交6个月或者12个月的房租。但是我们知道新法实施以后，这样的操作是不允许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找一个英国的担保人。那这个担保人他要符合哪些条件呢？一，作为英国居民；二，年满18周岁；三，这个担保人的年收入必须是留学生月租金的36倍到40倍。那第4条，如果说这个担保人在英国有房子的话呢，是更容易去通过这个背景调查的。但是这些条件对于我们留学生来说，真的要求太高了。那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个人的担保人，我们是否有别的解决方案呢？确实，我们是可以去找到专业的担保机构的，大概需要1个月的租金作为服务费。我这里可以给大家分享2个评分比较高的，一是 Rent Guarantor， 二呢是 Good Law Guarantor。这里不是广告啊，所以如果是大家想要用这个担保机构的话呢，请留学生以及留学生家长一定要去认真的做好背景调查。是不是还蛮感慨的？这个新法看似是更保护租客，但是其实在一些特定的情境里面，让一部分的租客找房子更难了，而且租房的成本也增加了。大家一定认为新法实施以后租客更自由了，搬家一定更频繁了，但是真实情况非常的反常，是我们管理的几百套房子当中，今年的续约率是最高的，特别是学生租客，几乎大家都纷纷续约了。第7条，新法的框架之下，房东不可以对租客有歧视，不可以明确拒绝带孩子的、领取政府福利的或者是带宠物的租客。那当然，房东是完全可以合法的对租客的担负能力等各个方面进行评估，并且做出合理的决策的。同时，对于带宠物的租客，也可以提出购买宠物保险这样的合理要求。第8条，新法规定，在房东违规的情况下面，可以被处以7000英镑到4万英镑的罚款，并且呢，在一些房东严重违规的一个情况下面，比如无区政府颁发的合法执照 （selective license） 或者是非法驱逐租客，法院是有权签发租金返还令，要求房东返还租客最高达24个月的租金。福祸相依，咱们真的应该更加客观辩证的来看待新法。那其实大家会觉得新法对我们的房东是不友好的，但是坦白来说，我作为5套房子的房东以及12年的伦敦地产人，我却看到了非常多对我们房东的好处。比如一，我们上面提到的房东拿回房子其实灵活度更高了。2，那其实房东对于自己的利益的保护意识加强了，而且更愿意去购买租金保险。3，其实新法会强制我们的管理中介更好的去做好合规，并且呢，在筛选租客上面也会变得更加的严格和细致。4，新法推进以后呢，房东们其实也更愿意去选择更合规的中介，比如说像 Property Mark ARA 的会员。其实从全局来看，这样可以让我们的租赁市场更加的合规。在视频的最后，我想特别提醒一下我们的英国房东朋友们，那在英国的法律框架之下，如果你的租赁管理中介没有依法办事，其实很大概率最终的这个法律责任依然是会落在我们房东身上的。强烈建议房东朋友们充分了解新法，并且监督中介执行。最重要的是，请您一定要委托属于 Property Mark ARA 会员的合规中介来管理您的房子。不过新的租赁法案主要打击的是那些无良房东，那我们在英国置业的绝大部分的中国房东都是委托给正规的中介并且遵纪守法的好房东，所以呢，其实不需要过分担心。